大家好，我是小豪，今天主要来讲一下油水分离。上一集说到黄油没有办法吃下比它自己还要多的蛋液，那真的是这样吗？这一集我一样用黄油120克的配方，3个鸡蛋一共160克，足足比黄油多出40克，看看结果如何。请注意，有些步骤我会快速跳过哦，需要详细步骤的朋友可以参考上一期的视频。油糖打发好之后，一般蛋液会要求分多次慢慢的加入。今天我决定来放肆一下，3个鸡蛋何必分那么多次，分3次就够啦。加入第2次的蛋液，每次都用低速搅打1分钟左右。到目前为止，黄油霜还是正常的顺滑状态。关键的最后1次蛋液全部一起加进去，一样用低速搅打，请注意看它的状态。刚开始搅拌就出现颗粒状了，这是油水刚刚开始分离。不要以为搅打久一点，黄油霜就会变得顺滑了。我连续打了3分钟，黄油霜还是这样，蛋液偏多啊，就特别容易油水分离。出水情况还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，那应该怎么样救呢？一共就2个步骤。第一步，先加入1/3的面粉，像这样用打蛋头手动搅拌，用蛋抽也是可以的，就是不要用打蛋器，避免过度搅拌呢，黄油霜会再次油水分离。大概搅拌个3分钟，黄油霜会回到顺滑的状态。如果还有一点点的颗粒状，没有那么的顺滑，那么就进行第2步，准备热水，不需要太多，可以碰到黄油霜的盆底就可以了。像这样用刮刀翻拌，很重要，只要看到黄油有一点点的融化，是一点点哦，就可以了，马上移开。然后继续用蛋抽搅拌，直到恢复顺滑状态即可。过度搅拌的话，黄油霜又会再次油水分离哦。看，黄油霜被救回来了，质地非常的顺滑蓬松。所以啊，牛油蛋糕不是不可以放比黄油更多的鸡蛋，而是你要懂得面对和处理一定会出现的油水分离。要不然你也可以直接用分蛋法，因为分蛋法在打发黄油的时候只是加蛋黄，不太容易出现油水分离。这个先拿去烤。另外我在想，如果放弃拯救会怎么样呢？为了验证这个想法，我重新打一个油水分离的黄油霜。确实已经变成豆腐渣了。放弃拯救，直接分3次拌入面粉。最后加入牛奶。拌好的面糊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，但是比一比你就看到明显的差别了。放弃拯救煮的面糊比较稀，蓬松度差了一些。我已经可以预测到结果是怎么样的了。从外观上看，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就连高度都是一样高，这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切开看看内部结构，取中间比较高的部分来看看。颜色和气孔的分布都没有太大区别，但是有一点非常明显，相信你也看出来了。那就是放弃拯救组的底部颜色比较深，看起来是一层东西沉淀在那里。其实拯救组也有，但是不明显，看起来不像是卡油。口感上呢，放弃拯救组会比较扎实，
而拯救组却意外做出了类似分蛋法的口感，非常的松软。所以要不要救，你其实还是有选择的余地，毕竟不救呢，蛋糕也不至于会失败，就是牺牲掉一些松软的口感而已，还是可以吃的。今天就分享到这一边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